男人明明被揍得遍体鳞伤，可一旁被迫奸行的女孩却心慌的不行。只因看过原小说的她比谁都清楚，这副怯懦的模样都是她装出来的，只是为了让接下来的反杀时刻更加有趣。虽然在看小说时，男人的疯批属性全程都在贝利的 XP 上跳动，但此时的贝利却只想原地去世。原来他穿到了男人被欺负的现场，还被迫成为了正在围观的恶毒女配。正当他的脑子嗡嗡作响时，身旁的蓝发少女却突然盯着他。乐斯哥哥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，你说让这两个没见过面的人直接亲吻怎么样？少女的话音落下，为首的霸凌者勾起嘴角，饶有趣味的点点头。黛西，你的小主意真不错。贝利还没搞清楚状况，就被两个人夹着胳膊推到男人的面前。看清眼前的银发少年后，贝利的全身都泛起了丝丝凉意。他是原书中最疯批的反派，也是结局最惨的男五。亚瑟拉，书中爱而不得的他被女主钉在了十字架上，生生火刑了。乐斯哥哥，快让他们接吻！说完，黛西就朝着贝利的小腿狠狠踹去，吃痛的贝利双腿一软便跪在了地上。随后，他的左右手被两个男人紧紧夹着，身后还有人用力推着他的脑袋。面前少年的情况也相同，只是没有人注意到他被几个男人按住后，唇瓣却似有若无的微微勾起，那抹扬起的弧度无声在表述他心情的愉悦。看清的贝利只觉得心脏狂跳。原书中男五极其喜欢扮弱，让所有人都肆无忌惮地对他释放出恶意，最后再把欺负过他的人都做成人质。看着面前极其安分的少女，黛西捂着嘴凑到他的耳边：“小八重，今天你怎么这么安静？是不是打心底里对和陌生人接吻这件事充满期待了呢？”闻言，贝利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小八重，巴塞洛谋，自己传输的宿体居然是巴塞洛谋。这可是原书中的真千金恶毒女配，而她原书的结局就是被囚禁到狭小的铁笼中，笼子周围则是被种满了药水催熟的黑玫瑰。仅仅是睡一觉的功夫，带刺的藤蔓就会侵入笼中，将她折磨致死。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个被按在地上的银发少年。不等他多想，脑后传来的力道却在渐渐加大，被迫逼近着全身颤抖的少年。虽然此时的他全身都在表达着拒绝，但贝利知道这都是他装出来的。而按照书中男五的尿性，此时他表演出抗拒的同时，一定会观察着自己有多嫌弃他。贝利必须让他知道自己和周围的傻帽不一样，不能抗拒，不能挣扎，更不能表现出一丁点厌恶。烛光摇曳下，两人渐渐逼近，在众人的压制下，贝利不可避免地吻上了少年冰凉但却柔软的薄唇，还尝到了他嘴里的一丝血腥味，喉结不自觉滚动。他睫毛上一颗细小的水珠颤动地坠下，周围静默了2秒，随后便发出一阵起哄的尖笑声，身后没了被压制的力量，他们紧贴的唇瓣分开了。贝利跌坐在地上，按照男五白切黑的属性，这会儿应该要揭开假面，然后面带残忍的笑容大开杀戒，但少年却仍然跪在地上，保持着刚刚的姿势没有变化。他微微歪着脑袋，脸上露出略微懵懂的神色。反杀啊，快反杀他们！贝利心中想象的画面并没有发生，一阵刺耳的哨声打断了周围人的嘲笑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来这里？不好，巡逻官来了！刹那间，众人神色大变，他们慌忙地熄灭墙角的烛火，一股脑涌出了狭小的狱房。贝利听到巡逻官的字眼，正迟疑着要不要和这群人一起跑出狱房，身旁却突然有人凑近，蹲到床下，别出声。男孩的声音不流利，但听起来却很温柔。贝利鬼使神差地猫着身子躲到床下，接着一道昏黄的烛光透过铁门的窗口，照在地上的银发少年身上。巡逻官随意地看了一眼，确定房间里没有别人后就离开了。狱房再次变得没有一丝光源。贝利从床底钻了出来，凭借记忆伸手推了推铁门，铁门发出的哐当声无不再证明着什么，门被锁上了。贝利的话音已经落下有一会儿了，但黑暗中的少年却没有任何反应。察觉到不对劲的他伸手朝着前方摸了摸，却发现少年正跪在地上，双手仍然被反绑着，身体却在不断颤抖。难道还在演戏？贝利疑惑地皱皱眉了，少年开始反复念着这个字，他的意识已经开始恍惚了。贝利指尖朝上，触碰到他额头的时候，才发现他的体温已经比自己的掌心温度高得多。贝利在心中暗叫一声不好，连忙朝着铁床方向摸索，最终只摸到了一张又薄又破的被子。如果此时能和反派搞好关系，也许他能改变自己与对方惨死的下场。想到这里，贝利3两下解开他手上的布条，又将少年浸了水的衣服脱下，给他裹上那张又破又薄的被子。紧接着，贝利伸手朝下摸了摸少年的裤子，裤子倒还好，只是被水溅湿了一点点。昏迷中的少年忽然挣扎地护住他的裤子，不行！他小声地嘀咕着，柔弱不能自理的同时，又要誓死捍卫自己的清白。贝利一阵无语，但还是安抚似的保证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脱你的裤子。”他将破被子又紧了紧，搀扶着少年，让他躺在床上。安抚好少年后，贝利又回去拿起他的上衣，将吸附在衣服上的水尽量拧出来，再将衣服晾晒在铁床床尾。回到少年的身旁，贝利伸手摸了摸他的手心，即使他的手已经接触过冰凉湿漉的衣服，但比起少年的手还是暖和许多。贝利只好无奈地爬上铁床，脊背靠着墙壁，伸手揽住少年，将他轻轻地扯进自己怀里，再扯过破被，将彼此包裹在被子里。一团冰块终于在贝利的作用下开始暖和，他僵直的身子渐渐放松，蜷缩着贴近温暖的怀抱。你救了我能为你做什么？闻言，贝利怔了怔。尽管反派现在演戏的成分依旧很大，但贝利还是不想错过这个报恩的机会。原书中，巴塞洛谋被关在荆棘监狱10年，最后才被带回到公爵宫殿。即使他的长相再如何惊艳，也改变不了当了10年臭虫的事实。所以别人都叫他小八虫。我没有朋友，你可以成为我的朋友吗？是那种可以互说心声的朋友。听到他的话，少年沉默了很久，最终才轻轻应了一声好。
我答应你。与此同时，黛西美美的洗了一个热水澡。即便是在荆棘监狱，贵族和平民的待遇也是不同的。被关押在这里的贵族，通常住的都是舒适的单间，如果金币得当，还可以挑选几个平民给自己当奴隶。在黛西看来，除了不能离开监狱，这里的生活和家里也没什么两样。小八虫，黛西习惯地叫了一声，随后打开盒子，拿出一瓶玫瑰精油，将它涂抹在自己的身上。做完护肤后，黛西才满意地钻进被窝。她闭着眼哼着曲，丝毫没有注意到烛光照不到的角落里，有一双泛着猩红血色的眼睛正在盯着她。贝利再次睁眼时，鼻息间传来发烧的玫瑰精油香味。正当他疑惑为什么会有香气时，才发现怀里的亚瑟拉已经不在了。以为亚瑟拉滚到床下的他慌忙起身，脸却直接撞上一堵肉墙，他的唇瓣也碰到了柔软的墙，肉墙发出一声闷哼。没猜错的话，刚刚他们又亲上了。贝利实在想不通，这个反派大佬为什么要板板正正地跪在他面前？难道是在看他睡觉？可浴房里又没有光，怎么可能看得见？你饿了吗？少年温柔的气息蓦然侵入他的耳畔，没料到他会这样突然凑近，贝利吓了一跳，同时觉得耳朵很痒。黑暗中，少年将面包递到贝利手中，他捏了捏，竟发现这面包硬得像石头，隐隐还传来淡淡的馊味。你平时都是吃这个吗？没有别的了。黑暗中，少年想了好一会儿，幸运的话，晚上还有苹果。贝利无语了，感情这破监狱是一点荤都不给啊，也难为这家伙还能长身体。你不吃吗？少年的眉眼轻皱，贝利漠然地看着手里的硬面包，似乎每天的食物只有这一个。那他自己吃什么呢？你快吃吧，如果你想要食物的话，这里每天的面包和苹果都给你，都给自己吗？贝利愣了愣，心情复杂地捏了捏那块硬砖头。我们是朋友，我不会让朋友没有食物而死去。贝利微微蹙眉，不知道他现在又有多少演的成分。不过他每天只能吃变质的面包却是事实。按照原书的故事线，男武是被女主苏珊娜误打误撞从荆棘监狱带走的。由于亚瑟拉只是男武，而女主还有其他4个男主要发展感情线，所以在把亚瑟拉带回宫殿后，他就开始忽视她了。这也导致了少年的心在无意中被伤了一次又一次。最后忍受不了的亚瑟拉，终于在苏珊娜面前展示了自己病态的一面，却被苏珊娜视作疯子钉在十字架上。火刑了！贝利抓着硬面包没有吃。当初看小说时那股愤愤不平的感觉再次涌现，贝利紧了紧拳头。现在没人能在他手中烧死亚瑟拉。没错，我们是朋友，所以我们应该一起分享这个面包。说着，他在手上施力，试图将手中的面包掰成2半，但任凭贝利如何使力，面包都完好如初。贝利尴尬地碰了碰少年的胳膊，将面包放在他的手中。我掰不动，要不你来试试？少年低声笑了笑，撕下一小片面包伸到他的嘴边。我喂你吃吧。面包的气味在鼻尖蔓延，贝利身子顿了顿，反应过来时已经本能地张嘴吃下了到嘴的面包。也许是巴塞洛摩的身体几天没有进食，贝利完全不排斥变质面包。还要吗？他的语气轻快，听起来有一种因投喂而莫名产生的愉悦感。听着温润如水的声音，贝利开始思考故事线的进度。自己作为巴塞洛摩，迟早会回到康斯坦斯公爵的城堡，成为强势回归的千金。眼下想要拯救亚瑟拉，不如就趁他还没有遇到女主前就把他一起带走。如果最后亚瑟拉还是爱上了女主，那贝利帮他一起去攻略女主也不是不行。如果将来我可以离开荆棘监狱，你就跟我一起离开，好不好？离开？为什么要离开？我想带你去吃除了面包和苹果以外的食物，睡在更柔软的床榻上。说完，贝利满心期待地等着少年答复，但黑暗狭小的狱房却沉寂了许久。为什么要离开？离开荆棘监狱恐怕是这里的人都会想的事。贝利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问。黑暗中的少年低下了头。他们说我属于这里。贝利有些晕，他严重怀疑这反派还在跟他演。若是今天没能听到他想要的答案，那么这个话题就别想绕过去了。我们是朋友对吧？所以我不会把朋友留在监狱里。我想让你跟我走，可以吗？贝利看不见少年的表情，他只是猜测这样说。也许反派一个高兴就答应了。如果这是你的愿望，我答应你。黑暗中的铁床发出咯吱作响的声音，贝利扯了扯嘴角，果然，刚刚这家伙就是在和自己演戏。另一边，少校安斯埃尔敲响了荆棘监狱狱长办公室的门。尤利塞斯狱长正在听巡逻士官的回报，似乎正在遭受着困惑。通常来说，他应该先等士官汇报完再说明情况的，但他手中的金色羽毛信件足以高于眼前的一切事物。尤利塞斯狱长，这是皇城送来的加急敕令。看到那封金语信，尤利塞斯连忙搁下一切，一脸恭敬地拆开信封查看。看完信件的尤利塞斯对士官说道：“国王陛下最近想找些乐子，所以今年的荆棘游戏要提前办。你马上去监狱里挑30个人，皇城的马车就快要到广场了。”接下命令的马洛士官并未着急离开，想了想，他还是迟疑地问道：“尤利塞斯狱长，那几个死掉的贵族要怎么处理？”死掉的贵族？少校安斯埃尔一脸错愕地看着他。是的，少校，有几个新来的贵族昨夜在各自的狱房中死了。尤利塞斯无奈地解释，虽然这些贵族身体较弱，偶尔有1-2个承受不了监狱的环境去世是常有的事，可昨晚的那几个连心脏都被掏空了。尤利塞斯都不知道到时候要怎么和那些人的家族解释。车厢里，贝利浑浑噩噩地醒来，他的记忆还停留在对小反派循循善诱时，在这之后好像被迷晕带到了这个地方。他用力甩开自己脸上的头套，发现同样被绑着手脚戴着黑色头套的人还有10几个，而角落里那个瘦小的身影也在这里。突然，行驶的马车猛地向前一倾，紧接着车厢的门被人从外面打开，几个身披盔甲的男人举起盾牌猛然撞击车门。快下来！
都快点下车！贝利战战巍巍地跟在亚瑟拉身后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，刚刚亚瑟拉似乎发出了短暂的低笑。众人随男人们进入一座欧式的古堡，里面长长的餐桌上摆放了各式精致甜点，还有很多新鲜的水果和面包。你们30个人都将参加国王陛下举办的荆棘游戏，作为参与者，这间屋子里的所有资源你们都可以享用。贝利听到荆棘游戏的瞬间，脑子嗡了一声。原书中确实提到过荆棘游戏，将一群人关在一起互相厮杀，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胜利者。这么残忍的游戏却深受王国和贵族的追捧。盔甲男人拿着羊皮纸宣读着众人名字，被点到名的人会被取下黑色的头套，解开绑住四肢的铁锁，获得自由。瓦伦丁，男人的声音沉寂很久，但还是没有人向前迈出一步。于是他提高声音，再次重复了一遍：瓦伦丁。等贝利回过神的时候，一抬眼就看见身旁的少年身体一动，向前迈了一步。瓦伦丁。他从未记得原书中亚瑟拉还有这么一个名字。少年手上和脚上的铁锁被解开，脑袋上的黑布袋被人粗鲁地扯下，他的身影被带着微微一晃，银色的发丝凌乱地垂落。奥利弗，奥利弗。台阶上的男人再次重复，声音中满是不耐烦。突然，贝利的后腰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了推，脚步不由自主踉跄往前迈了一步。男人看了看羊皮纸，又再次抬眼：“你是奥利弗？”还没等贝利回答，身旁的少年便已经替他开口：“是的，他是。”奥利弗，贝利算是明白了，就说怎么眼睛一睁一闭就从荆棘监狱跑到这来了，原来都是这个反派在背后搞的鬼。与此同时，身穿华丽礼服的贵族正聚集在一个宴会厅内，他们品尝着葡萄美酒，目光聚焦在悬浮大厅中央的巨大魔法幕布上，那里正投放着古堡里的一幕幕。人群被解开铁锁后涌入长桌，他们粗鲁地用手抓起美食放进嘴里，甚至为了争夺一份食物而大打出手，真是恶心的平民。有人轻笑着感慨，语气中带着不加掩饰的轻蔑。当被押送到此地的所有人被解去锁链，那些身披盔甲的男人一边走一边高声喝道：“荆棘游戏开始，规则很简单，那就是你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这栋房子。”话音落下，沉重的拱形门缓缓闭合，屋内的气氛瞬间陷入一片死寂。30人的目光从轻松一下变得戒备，餐桌前的人纷纷握紧了手上的刀叉。他们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尴尬的气氛被一声不流利的话语打破，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朝着贝利所在的方向看了过来。贝利心想完蛋，下意识就抓住了男人的手。往往在这种时候，他只要表现出脆弱，就会被这些人变成第一道摆上餐桌的食物。你的手心居然是湿润的爱，仿佛感受不到空气中的剑拔弩张。少年微弱的声音夹杂着一抹笑意。贝利想死的心又有了。他此时已经不确定反派到底是搞不清楚状况还是故意的，不过后者的可能性更高。众人很快将亚瑟拉当成了众矢之的。当然，看上去和少年交好的贝利也不能幸免于难。预感到即将变成第一道菜，贝利紧紧地握住亚瑟拉的手，心中不免想着：所以大佬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切换大号？能不能在他们解决我们之前先把他们解决掉啊？结果少年却露出了恍然的神色，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挪动步子躲到贝利身后。你会丢下我吗？朋友，明白他并不想出手的贝利一阵头疼，拉着少年就往2楼跑去。身后的少年低声冷笑，随后吐出2个贝利听不懂的词汇。眼看2人跑上台阶，餐桌前一个略微高大的男人握紧手中的刀站了起来。霎时间10几个人蜂拥而上，沿着盘旋的楼梯涌去。贝利拉着亚瑟拉顺利地躲进一间书房，他急切地催促亚瑟拉合力搬动柜子，可摆满书的书柜比想象中沉了万倍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一股大力撞开，没有任何的空隙，那些用来切面包和牛排的刀朝着距离他们更近的贝利挥去。贝利的瞳孔猛然收缩，这次死定了。这个念头出现的同时，身旁的少年将声色复杂的低语流利且快速地吐了出来。随后，涌入房中的人被一股无形的强大冲力推出了门外，重重地撞到了墙上，房门砰的一声关上。贝利感觉自己的手没怎么使力，就将书柜推动着将房门堵上了。贝利大口喘着粗气，他敢肯定刚刚明显是亚瑟拉出手了。贝利悄悄抬眼朝着身旁的少年看去，却惊讶地发现，平时与自己差不多高的少年居然高了许多，眼下需要仰视才能看见他的脸。在细碎的银白色发丝下，那光洁的额头竟然长出了带着尖刺的黑色羊角，羊角的形状和书房里的油画《天使与恶魔之战》中的恶魔的角惊人一致。皇城的宫殿中，国王坐在纯金雕刻的宝座上，慈父般看着身旁的黑发紫眸少年。亲爱的儿子，只需要一场游戏，边境被魔物摧毁的村庄就有了重建的资金，这是唯一一个能让所有贵族快乐且主动掏出金币的方法。少年冷哼一声，将您的宝座切下一条椅子腿，也能解决村庄的问题。国王笑着摇头，正要开口说什么，却被台下的一阵惊呼声打断。哦天哪！荆棘游戏不是只有平民才能参加吗？怎么会有一个杂种在里面？国王的目光移向魔法木谷，突然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因为游戏里出现了一个本应该被关在监狱中的身影。集合骑士团和红衣主教，立刻前往古堡，将那个少年抓起来。荆棘古堡的书房里，长出羊角的少年突然转头，露出诡异笑容的同时，一把掐住贝利的颈项，将他拉近。两人的距离缩短至几乎鼻尖相碰。男人红色的瞳孔映出他惊慌失措的模样。亚瑟拉，放开我！男人的身上渐渐浮现一片薄薄的黑雾，他将脸凑近他，吐出几个晦涩难懂的词语后，才将声音压低：小蝴蝶。游戏结束了，苍白的指节越收越紧，少女的脸渐渐变紫，
呼吸很快变得艰难起来。下一秒，苍白指节中响起了骨头断裂的声音，他的身体像破布娃娃一样软软的倒下，失去了所有生气。男人缓步走下台阶，古堡大门被打开的同时，平民们本能的就冲向外面。与此同时，身披重甲的骑士团和红衣主教撞开他们走了进来。随着红衣主教念诵出一阵词汇，周围的一切支离破碎，像是一面被打碎了的镜子。男人的身体被不可抵抗的力量压制在地上，他的意识开始模糊。最终，少年被困在一个银质的铁笼里，铁笼的每一根栏杆上都刻有束缚恶魔的古老符文。皇城宫殿里的所有贵族都目睹了这一幕，全场鸦雀无声，皆是震惊的神色。很显然，骑士团和红衣主教大战小恶魔的戏码更有趣。荆棘游戏的胜利者是谁已经不重要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骚动在贵族中传开。天哪，她是巴塞洛谋，是我的女儿。一瓜未平一瓜又起，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画面上。只见书房中原本死去的少女，身体开始逐渐变得透明化，最终化成了一只闪着蓝色翅膀的蝴蝶。你醒了，巴塞洛谋小姐。温和的声音让贝利缓过神。华丽的帷幔后面走出一个身穿白袍的英俊男人。贝利动了动干涩的喉咙，却发现自己喉咙像是粘住了，发不出一丝声音。别说话，你的身体还很虚弱，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男人倾下身子，轻轻掀开他颈项上的绷带，细心地检查着贝利的伤口。就在这时，一位慈祥的中年妇人握住了贝利的手，眼中满是关切。妇人身旁站着一位眉目威严的男人，看到贝利愣愣地看着医生，他开口解释：“你在荆棘游戏中遭受了很大的痛苦，但我们请来了卡修斯医生，他是治愈方面的专家。”卡修斯医生对上卡修斯的目光，贝利心里有些诧异。卡修斯不就是书中的吸血鬼男二号吗？区别于亚瑟拉的嗜血暴力，这个吸血鬼男二不仅外表温柔似水，心地也是表里如一的善良，同时也是个只食用动物血液的吸血鬼。已经检查完的卡修斯将他颈项上的绷带重新缠绕，随后微笑地将公爵夫妇邀至屋外。在所有人的身影消失后，贝利回忆起过去几天和亚瑟拉相处的种种细节，自认为言行举止没有任何一项触碰到他的禁忌。可为什么亚瑟拉却对他痛下杀手？也许那个人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疯子，不是轻易就能被谁拯救的。正郁闷着，一阵脚步传入贝利耳中：“亲爱的，你感觉好些了吗？”贝利蹙了一下眉，示意自己没事。虽然是初次见面，但眼下他们是他这个世界的父母却是事实。空气再次安静，站在一旁的公爵开始转移话题：“苏珊娜是你的妹妹，平时这孩子很闹腾，今天却忽然害怕见你而躲了起来。”贝利在心中暗暗想着，可能苏珊娜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姐姐，毕竟她是养女，而巴塞洛谋却是实打实的康斯坦斯家族的千金。按照原书的发展，巴塞洛谋回到康斯坦斯家族后，不仅不待见苏珊娜，甚至将她换作女仆般使唤，稍微哪里做不好就会迎来一顿鞭打。贝利轻轻晃晃头，接过家仆递上来的羊皮纸，在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下一句话：“不用在意，我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。”公爵夫妇看见这句话时，心中的愧疚简直要把理智击溃。公爵夫人再也抑制不住泪水：“你永远是我们的女儿，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麻烦。”看着眼前两位泪眼汪汪的陌生父母，贝利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也就在这时，管家阿诺德着急的声音在屋外响起，说苏珊娜打碎水杯后跑走了。贝利有些庆幸苏珊娜搞出了这番动静，于是他抓住时机在纸上刷刷写下自己想睡一会儿。反应过来病人应该安心静养的公爵，懊恼地扶了扶自己的额头：“亲爱的，你有任何需要就吩咐家仆就好。”说完，他朝着贝利的额头轻轻留下一吻，又招来几个女仆仔细叮嘱了几句后，才随着管家离开。睡睡醒醒间，不知时间过去了多少年。这些时间里，贝利依旧没有见到原书中的女主苏珊娜，偶尔有女仆会主动的在他旁边聊天。二小姐已经提前出发去圣岛学院了，据说那里能享受到天堂般的待遇。是啊，苏珊娜小姐真幸运，这入学的机会原本应该是巴塞洛谋小姐。突然空气变得安静，贝利有所察觉，不动声色地扫视了他们一眼。对于圣岛学院，他还是有印象的。他接收来自所有国家的贵族孩子，教授他们魔法、剑术以及礼仪。但即便是贵族，入院的名额也是有限的，每个家族只能有一个孩子进入圣岛学院，而按照规定，每一位前往圣岛学院的贵族最多也只允许带一位仆人服侍。所以讨好这位从天而降的巴塞洛谋小姐，成了康斯坦斯公爵家仆们眼下最重要的事情，因为保不准什么时候他就能替代养女苏珊娜前往圣岛学院。在这之后又过了几日，在卡修斯医生的定期复查下，可以走动的贝利被女仆们打扮成一个美丽的娃娃，只是身形还是有些消瘦。直到跟着康斯坦斯公爵一起坐上马车，贝利才知道马车的目的是皇城的宫殿，因为国王陛下不知什么原因召见他了。威严的宫殿中央坐着一个年迈的老人，他臃肿的身形外披着一条华丽的金色长袍。你就是康斯坦斯家族遗失的孩子？走近些，让我瞧瞧。贝利平静地抬头与之对视，不知为何他的心里忽然有些紧张，仿佛感受到了杀意。国王陛下，巴塞洛谋受了伤，还没有办法说话，请陛下见谅。康斯坦斯公爵向前一步，解释道：“你女儿受伤的事我已经听说了，不过不用担心，圣岛学院的治愈是会帮助她恢复的。”圣岛学院？贝利还没来得及疑惑，康斯坦斯公爵先一步开口：“陛下，康斯坦斯家族对圣岛学院的名额已经使用了，当然。”别误会了，巴塞洛谋不是去入学的，而是去接受净化。毕竟曾与恶魔待在一个房间里，谁也不能保证他的灵魂不会受到污染。康斯坦斯公爵面露迟疑，眼中的不悦难以掩饰。许久，他才说出心中的顾虑。听说那个恶魔被关在了圣岛学院里。贝利很快反应过来，二人口中的恶魔说的就是亚瑟拉，而女主苏珊娜也在圣岛学院。他们二人的相遇地点不但从荆棘监狱变成了圣岛学院，就连相遇的时间也提前了。这和原书的发展并不相同。不必担心，他被关在了地下监禁室，有最优秀的骑士团和红衣主教把守，你的女儿再也不会受到恶魔的伤害。
明明是说着安慰的话语，可国王的语言却夹杂着几分命令意味。去吧，圣岛学院的马车已经在宫殿广场上等着了。贝利猛然地被带来，又猛然离开了宫殿，而现在他的脖子上还缠着绷带，甚至说不了话，也没有带任何的行李。贝利在心中叹了一口气，在康斯坦斯公爵充满不舍的眼光中，抬手指了指自己的裙子。康斯坦斯公爵顿了顿，随后给了贝利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亲爱的，我也会想你的。贝利现在想抓狂了，放弃挣扎的他在和公爵道别后就钻进了马车。这马车里除了他，还坐着一个长相精致的少年。他闭着眼睛，双臂交叉，似乎已经进入了浅睡。通过观察他的外貌和衣着，贝利心中的猜测越来越强烈，这人明显就是书中的男一，圣托斯国度的王位继承者，也是女主苏珊娜的最终选择。西里尔，埃尔维斯王子殿下。想到书中男一的坏脾气，贝利默默地往角落里挪了挪，尽量和他保持着距离。忽然，马车剧烈颠簸了一下，浅睡中的少年身子毅然倾斜，贝利下意识伸手扶了他一把，谁知指尖刚碰上他的肩膀，他的视线就对上一双透着冰冷的紫眸。埃里克，马车里的人是谁？马车外的人飞快且恭敬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。少年的视线一直死死地盯着贝利，盯得贝利有些脑袋发麻，气氛再次变得沉默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贝利被一阵海浪声惊扰，睁眼就发现他此时已经坐在船舱里。至于睡着期间是怎么挪过来的，贝利也不敢问。西里尔皱着眉，幽紫的目光落下远处一个白衣男人的身上，看着那身白袍，他认出了那是圣教院的人。圣教院的成员是各个国家派来驻守的能力强者。另一边的贝利也在环顾四周，心中难掩期待和好奇。巴塞洛谋小姐，男人的声音打断了贝利的思绪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站在他身后了。我是圣教院的使者月，负责接您到治愈院的宿舍安顿，请跟我来。贝利听到他这样说，身旁的西里尔也没有出言反对的意思，只好点点头。圣岛学院坐落在岛屿最高处的山崖，可以俯瞰整个碧蓝的大海。此时广场和石阶上聚集着不少人，他们穿着浅亚麻色的希腊风格长袍，慵懒地在广场上嬉戏打闹，谈笑风生。贝利不动声色地跟在使者后面。突然，角落里的人群里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。贝利抬眸穿过人群，却意外对上一道情绪强烈的视线。那人浅粉色的长发被海风吹开，瞳眸纯净如同林间小鹿的眼眸，搭配上那出众的容貌，贝利在心中飞快地肯定这位少女就是故事漩涡的中心苏珊娜。只不过此时此刻，这位原书女主看向他的目光，不知道为什么充满了恐惧。父亲母亲明明说过，即使姐姐回到了康斯坦斯家族，他们对我的爱意也不会改变。还有圣岛学院的名额也只会是我的，难道他们反悔了？贝利被带领着来到宿舍最顶楼的一间阁楼中，使者月耐心地解释，是因为学院里暂时没有空余的宿舍，才委屈他先住在阁楼里。贝利微笑着点点头，住在阁楼没什么不好的，紧凑蜗居感让他感觉很舒适。送走使者月后，不一会儿就有人将餐食和新衣服送到了房间。贝利看着白色内衬和全黑的裙子，这跟送东西的修女身上穿的一模一样。虽然有些疑惑，但贝利还是脱下繁琐的礼服，将黑裙子换上后坐到窗户边用餐。海浪撞击在礁石上发出悦耳的声音，还有一只海鸥在湖面上划过。尽管此时的他已经接受了现状，但还是想要找到可以回到现代的办法。圣岛学院的图书室里可能会有关于传送魔法的书籍，借助这次治疗的机会，他决定要找时间去一次。正思索着，门外传来了2声敲门声。贝利打开门，看见刚刚送来衣服和餐食的修女站在门口。他主动询问贝利有没有缺少什么物品，顺着又开始介绍圣岛学院的情况，包括阁楼房外的通道设有魔法锁。魔法锁？贝利故意露出惊讶疑惑的表情，示意修女朝着这个方向多说一些。是的，魔法锁虽然无法让你离开阁楼，但同时也能保护你不被伤害。贝利算是懂了，并不是圣岛学院里有送餐服务，而是他踏入阁楼的这一刻就已经被限制了自由。现在想要去借阅图书馆里的魔法书，就只能见机行事了。告别修女后，贝利将窗幔拉上，躺在舒适的床榻，闭上双眼补眠。梦中似乎有人俯身在他耳边低喃着什么，他感觉身上被冰凉的手腕缠绕，动作轻柔地划过他的脸颊，最后将指腹停留在他的唇。贝利想要起身，心跳猛然剧烈跳动，可却控制不了四肢。他软弱无力地向案板上的人，任由那双冰冷的手扣在自己的颈项。最后，那人轻轻地吻了他。贝利从睡梦中惊醒，拿起身边的枕头就往前方用力扔去。看到枕头落空，他这才想起来自己已经住在圣岛学院里。贝利一整天都浑浑噩噩，不是站在窗前发呆，就是吃修女送来的餐食。直到夜晚再次袭来，他也只好爬上床榻，不知不觉间便又陷入了深深的梦境。噩梦再次来袭，他依旧无法从睡梦中醒来。这一次，贝利清晰地感觉到有人在紧紧拥抱他，其中的力道像是害怕失去，又像是想要将他拦腰斩断。不过与之前同样的是，那个人的身体依然冷得像冰块，仿佛能将他整个人冻成冰雕。最后，对方在他的唇瓣上停留了片刻。我做春梦了。贝利跌坐在地上，叫醒他的是门外的敲门声。说不上梦里的感觉是害怕还是什么，但此时身体的疼痛已经让他清醒过来。巴塞洛谋小姐，是时候进行治疗了。贝利听出那是使者月的声音，大喊让对方稍等一会儿。贝利快速压下心中的情绪，起身将修女的服饰穿戴整齐，然后跟着使者月离开了阁楼。一座威严的教堂内，3位红衣主教已经等候多时了。他们坐在椅子上低声交谈，直到2人的身影走近，他们才将目光落在少女身上。在使者月的指示下，少女屈膝跪在皮质软垫上，掌心相合，做出祈祷的模样。3位主教的脸上流露出
显而易见的悲悯，但瞳孔深处却满是漠然。巴塞洛谋，圣教院会通过治愈之力帮你找回声音。随着话音落下，使者月从左侧主教的手中接过一瓶圣水，随后走下台阶来到少女身边。巴塞洛谋小姐，请喝下圣水。看着那瓶已经兑到脸上的圣水，贝利不禁咽了咽喉咙。他知道自己是来圣岛学院治疗的，却没想过治疗的手段是如此干脆利落。卡修斯医生之前给他治疗都是7天1疗程，一个疗程反复3遍以上，贝利自然而然也就觉得圣岛学院的进化没有个把月是完不成的。但现在开局就是3个圣教院大佬级别的主教，一副今夜就要把他治好的架势，难怪国王之前都没有通知让他带着行李。贝利在迟疑犹豫的情绪中还没反应过来，跪在皮质软垫上的身体却突然变得僵硬起来。他不受控制地张开了嘴，使者月垂没避开少女的目光，一边保持着脸上的笑容，将圣水缓缓倒入他的口中。苦涩的液体顺着喉咙滑进脖颈，贝利想要吐出来，但身体像是被束缚住无法动弹。冰冷的圣水不一会儿就变得像岩浆般滚烫，贝利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只是觉得胃在一阵一阵翻涌。就在这时，贝利的身体恢复控制，他再也忍受不住，推开使者月就俯身呕吐起来。那无声无色的圣水再次被吐出来时，已经变成了水墨般的黑色，黑色的液体在地面上发出腐蚀的滋滋声。没一会儿，一滴滴鲜红醒目的液体从他的口鼻滴落在地上，贝利感觉自己快死了。难道那瓶圣水是毒药？一想到圣教院的人就是这样对待送来这里的贵族小姐，贝利就感觉不寒而栗。教堂的钟声在飞夜中敲响，足足敲了12下。等贝利再次醒来时，已经回到了阁楼中。窗外的阳光很是刺眼，他清了清嗓子，惊喜地发现自己能够说话了。意识到是自己错怪了圣教院的高级魔法师，贝利唰地从床上坐起，对着空气虔诚地说了好几句抱歉。在激动之余，贝利的心情又立刻沉了下去。能说话就意味着他要离开圣岛学院了，而现在他还没有找到可以去图书馆的机会，寻找能够穿回去的办法。正难过时，走廊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靠近，阁楼房的房门被人猛地打开。